体会人间冷暖，看尽世间百态。欢迎您收听人生语录。你看过《今日说法》吗？它作为一档国民级别的节目，自开播以来就收获到了不少观众的追捧，一时间风靡全国。那么，你知道它的创始人是谁吗？他就是曾经央视的台柱子肖晓琳。央视有不少杰出女主持，但要说全能发展的，可能也只有肖晓琳一个。肖晓琳不仅曾是新闻联播的主持人，而且还是撒贝宁的领路人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她基本上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央视。连她的孩子都曾经说过，我妈在电视上的时间比在家时间都长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位兢兢业业的冷面美人，却在退休5个月后突然客死他乡。死前留下26字的遗言，发人深省。退休仅5个月就离世，肖晓琳病逝在美国的背后，到底有着怎样的隐情？从1988年肖晓琳进入央视工作，29年的时光里，她不仅担任了《观察与思考》新闻联播、焦点访谈等节目的主持人，还一手创办了常青树今日说法。就连今日说法的小撒贝宁，都是肖晓琳一手提拔起来的。可如此优秀的主持人，却未能落得个圆满的结局。肖晓琳的成功，除了有个人后天的努力和打拼，更有原生家庭的强大背景。他的父母都是高学历人才，曾经参加过国家的特殊人才培养，后来在湖南师范留校任教，所以肖晓琳自小就是在大学校园里长大的。我经常跟着一堆哥哥姐姐在教室里听课，一待就是一整天。回到家里，肖晓琳更是徜徉在书籍的海洋里。家里的房子并不大，但却单独留出了一间屋子，用以存放书籍。一家子吃完晚饭后，就齐齐去到书房里闲谈，点评书籍。特别是一些简单的外语书籍，肖晓琳的父母也会专门进行逐字逐句的翻译，讲给女儿来听。所以升入小学后，肖晓琳就已经能流利地运用英语口语，小作文也写得非常丝滑顺利。她想着是跟随父母的脚步，用自己的才华去当好一名人民教师，但肖晓琳万万没想到，自己会在中间改弦易张。升入重点中学后，肖晓琳的课业逐渐繁杂了起来，并且家里父母定的阅读计划也与日俱增地多了起来。为了减轻学习的压力，肖晓琳和其他同学一样，流行起了听广播的爱好。这听着听着，他的心里也开始躁动了起来。播音员的声音真好听啊！我要是也能给别人播报就好了。有了这个想法后，肖晓琳又在其他的方面偷偷加以实现，就比如学校的各种迎新晚会、演讲辩论赛等等，她都开始主动踊跃参加了。就连肖晓琳的班主任也觉得很奇怪，肖同学的成绩确实是拔尖，但他本人之前不热衷于参加这些活动，就喜欢文文静静地看书，这到底是怎么了？可就是在这一次次的活动中，肖晓琳的普通话虽然很一般，但她脑子里有思想，肚子里有墨水。每轮到她上台，台下必定是学生的叫好声，说的是真好。在经过几轮比赛均获得优胜的情况下，肖晓琳一下子找到了人生的目标：我要做播音员，我就要当主持人。后来他找到了家里沟通，说自己不愿意考北大当老师，准备去当播音员的时候，父母没有多说什么，反倒是问他：你确定考播音以后不会后悔吗？因为毕竟当时的播音员，不论是薪资水平还是社会地位，和大学老师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。但肖晓琳却谋足了劲：爸爸，之前我想跟随您的脚步去做辛勤的园丁，但这次我是听从了自己心所做的决定。肖晓琳父亲听了，
很欣慰地拍了拍女儿的肩膀：“那你为了自己的梦想，大胆地去奔跑吧。”升入高中后，肖小林找了老师，进行了播音专业的系统性学习。家里的父母都是从精神和物质上支持的，只有肖小林的班主任进行百般阻拦：“小林，老师也是为了你好，你门成绩都在前列，考北大绝对是板上钉钉的事，为什么非要去报北广呢？”北广也就是北京广播学院，如今中国传媒大学。但是不论是国内的排名，还是世界的认可，那必定是北大更胜一筹。肖小林的班主任是怕辱没了个好苗子，才对这个优异生百般劝慰。但是肖小林主意已定，硬是没有改变自己的志愿。我特别谢谢当时的班主任，我也懂老师的良苦用心，但是梦想一旦立下了，可能一做就是一辈子了。后来，肖小林就以超了录取线几十分的成绩，进入了北广就读播音系。为了能在毕业后成为一流的实习主持人，大学4年的生涯里，肖小林放弃了男同学们的追求，一心一意的就扑在学习上。室友们喊我去逛街，我从没有去过。自宿舍到教室，再到图书馆，天天就这夜3点1线的生活。肖小林之所以比普通学生付出更多的努力，除了想着能以优异生的身份毕业，以后能直接滑入电视台工作，其次就是他的平舌音、翘舌音一直区分得不太好。肖小林不想自己有明显的短板，为了纠正好口音，肖小林不仅每天4点起床进行长段阅读，不论头疼脑热从来不停歇。其次，他多番找寻老师索要实习机会。老师，我不在乎时间和地点的问题，实习生薪资我也不要，我就是想训练自己的水平。老师看在学生认学的份上，就把肖小林推送到了铁臂阿童木的配音组里。作为动画片的配音员，那咬字清晰、语速舒缓是必须的。在配音组磨了整整3个月后，肖小林的吐字水平又有了新的提高。他拿着自己赚来的微薄薪资，给家里的父母寄去了一部分，又拿剩下的钱给老师买去了围脖。肖小林这个学生，不论是学习还是做事都没话说，他早晚会有一番大成就的。大学毕业的时候，肖小林作为级部前3的水平，被北京电视台一眼看中，就准备将其签下。但是肖小林的父母却第一次不支持女儿的工作了。我们是真不放心她一个人在北京，还是年纪太小了，来家里锻炼锻炼。但是想要大展抱负的肖小林，肯定不会因为距离的问题临阵退缩。只是好巧不巧的，在入职前他生了一场大病，父母因为工作的问题没法过来陪护。肖小林一个人在医院里住了整整1个月，人也暴瘦了20斤。当时我旁边床铺的姐姐，她妈妈每天都来给她送饺子，也给我拨出来几个，吃到最后我不住地掉眼泪啊。或许是身体虚弱带来的心理转变，想要获得家庭关怀的肖小林，在病愈后居然选择了回到家乡长沙。他想一切事在人为，北京以后或许还会再见呢。而后来的事实也确实印证了这一点。肖小林回到长沙的那一年，当地的广播电台站才刚刚成立，一条长板凳，一张有点坡脚的3腿桌子，这就是肖小林工作的主要阵地。但他却利用这有限的条件，做出了无限的工作，从收集资料到编纂定制，再到台前讲说，所有的工作都由肖小林一个人完成。不久后，他就以过硬的工作水平，成为了全台第1个签约的实习主持人。都说好事要成双，不久后，肖小林就嫁给了自己的圈外丈夫，2个人就此喜结连理。据传，肖小林的丈夫也是个高知学者，与肖小林算是几10年的青梅竹马，2户人家的小孩同年就认识。后来，肖小林公婆家移居
两家人的沟通才因为当年的通讯问题少了起来。直到肖小林毕业后重回家乡，这才又和自己的竹马再结良缘。两个人本来就打算等女方工作稳定下来，再在长沙举办婚礼的，这个时间点不正是好时机？婚后，肖小林和丈夫进行了约定，那就是自己完全不会放弃了热爱的主持工作。丈夫不仅同意了，还表示自己会当好家庭的后盾。没关系，我的工作时间比较宽裕，琐事就交给我来干。正是因为丈夫的体贴，这才让肖小林选择在事业上升期中生下了一名男婴。连生完孩子，甚至月子都没有做足，肖小林又再度奔波到了岗位上。领导喊他休息，他本人也不愿意。我已经休息太多时间了，台里正是用人之际呀。那孩子怎么照看？一切都由我爱人照看。并且在长沙电视台工作了2年之后，肖小林又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那就是继续深造读研。就我国的播音发展形势，我如果只是个本科生，肯定是带不来更新的东西，我得深造学习。肖小林的决定引来了父母的一致反对，毕竟孩子正是需要妈妈抚育的时候。肖小林这要抛家舍业去了北京，儿子和丈夫就不管了。可偏偏肖小林的丈夫就是妻子的支持者。我喜欢小林，就是因为他的敢想敢干，勇于上进。如果多了一个爱人的身份，就要折断他的翅膀。小林为什么要和我结婚呢？肖小林的父母一看当事人都这样说了，就没有再继续游说。行，日子是你们自己过的，好和坏自己担着吧。那时的肖小林为了丈夫的举动感动不已，她甚至发誓等到自己以后换到了清闲的岗位，就好好的在家给丈夫做一顿饭，洗一次衣服。因为这些活她从结婚就几乎没做过。可谁能想到世事无常，等到肖小林彻底放松下的时候，竟是天人永别呢？这次肖小林进入了中国社科院读新闻系，在新闻系的这段学习中，让她感触良深。原来我只是坐在演播室里去编写稿子、朗读新闻，却唯独忘了脚踏实地。社科院经常会拉着学生下基层采访，而肖小林则打了头阵，选择去西北最穷最苦的地方做研究。失去父母，嗷嗷待哺的小孩子，瞎了双眼做工赚钱的老者，一家7口蹲在一间土房子里瑟瑟发抖。肖小林跟着这些人哭和笑，饿了啃几口玉米，困了就睡在地里。这段时间的经历让他感触良深。我们怎么样才能把老百姓的日子推到大家眼中看见，高层看见？就需要我们这些新闻工作者。回到北京后，肖小林就开始撰写观察笔记，这一切都为他主持《观察与思考》准备了条件。不过此时的肖小林也因为出去探查资料的时候过度劳累，而患上了肠胃病。这一切都为后来的病逝埋下了隐患。1988年，肖小林进入了观察与思考的栏目组，这一做就是足足7年。7年的时间内，肖小林把该档节目做得风风火火，而他的儿子也已经上了小学。为了弥补自己无法将精力分给儿子的亏欠，肖小林曾自述，每天回家如果我儿子没睡，我就会给他洗脚，边洗边问问孩子白天做了什么，心情如何。可能有很多人无法理解这样的方式，不都是孩子给爸妈洗脚吗？但是对于肖小林来说，这可能是他最快能接近孩子内心的方式了。中间肖小林又跑去了美国进修工作，孩子懂点事了，整天吵着要妈妈。肖小林的丈夫就指着屏幕说，你看，妈妈很爱你，但是她在帮叔叔阿姨做事情，等她忙完了就会来找你了。多亏了丈夫在家的循循善诱，儿子才似懂非懂地为对母亲充满怨恨。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从美国进修回来的肖小林分给这个家庭的时间更少了，
我要做一栏普法节目，初步定为今日说法。由此，肖小林一边兼顾自己的主持工作，又划分出了大量的时间专注于今日说法上。从前期策划、后期制作，再到主持人的选拔，肖小林都亲力亲为地去做。特别是主持人张绍刚和撒贝宁，就是他一手提拔出来的。撒贝宁学识优良，主持有活力。我们这档节目既然要普法，那就得自上而下的去普及。老牌主持给人的感觉太沉闷，并且将今日说法一举提起来之后，肖小林又快马加鞭地制作了讲述，更参与了焦点访谈、半边天等栏目的制作。一直到了2001年，已经39岁的肖小林拿下了金话筒奖，他的前进步伐才算是放缓了一些。作为主持人，我自认还合格，但是我愧对孩子，愧对丈夫，愧对自己的家庭。那时，肖小林的孩子早已升入了中学，她却因为工作的繁忙，未曾去孩子的学校一次，甚至连具体班级都不知道。丈夫也因为她放弃了评优升职，因为这个家里总得有人为此付出精力啊。这时的肖小林为了回报家庭，从此开始接送孩子上学，抽出时间给丈夫做拿手菜了。我将加班进行了调整，因为现在的栏目已经上了正轨，我作为幕后将军也快该谢幕了。中间央视的领导许以肖小林更高的资源和职位，他也因此拒绝了。这就是为什么肖小林入台时间久，职位却不算高的原因。这样的日子过了10来年，肖小林终于熬到了退休的日子。他的儿子打趣道：“我从小你就没有看管过我，这次把孙子全权托付给你，我和我老婆去旅行去。”肖小林笑着说着好好，并准备着自己的退休演讲。在央视法制年会上，肖小林讲述了自己在央视工作的点点滴滴，并着重给大家讲述家庭的重要性。我希望各位同仁在努力拼搏的同时，一定不要忽略掉对身边人的关心，光阴一去不回来，一定要对得起本心啊！演讲结束后，她还第一次和丈夫去了个长途旅行。肖小林丈夫调侃说：“这算把我俩几10年前的蜜月给补回来了。”夫妻俩四处走走玩玩，拿着个相机拍个不停。他们想把丢失的时间找回来，却曾想老天爷只给了这对夫妻5个月时间。5个月后，肖小林因腹部绞痛而导致了昏厥，被拉到了医院。医院给出的诊断结果是结肠癌晚期。这5个字就像是催命符一样，笼罩在肖小林的家人头上。晚期就意味着几乎无胜算了。肖小林的儿子第一次嚎啕大哭的抱着妈妈，泪流不止：“妈，我们去国外治，去国外就能治疗好的。”但是很明显，这只是肖小林家人的自我安慰了。因为在肖小林被转到美国病院不久后，就因为癌细胞扩散迅速而离世了。离世前，他说出了26个字作为警示大众的横言：要宣传，不要像我一样忽视健康。你们健康长寿，我就在，感谢你们。很明显，肖小林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太拼了，作息饮食不规律，加之压力过大，才成为了疾病的诱因。他让儿子将26字公示于众，也是为了不让世人重蹈覆辙。这怎么能不让人唏嘘呢？作为主持人来说，他称得上一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在当时播音员的风评不尽人意的情况下，他还是毅然决然地投身于此，并以一己之力改变了人们对肉喇叭的看法。他的一生无愧于心，无愧于观众，最让他后悔的应该是对家人的陪伴吧。家庭和工作到底如何兼得？这可能是很多人永远无法解决的课题吧。我们在平时工作的时候，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，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忘记，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。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再会。